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佛历7月上初九，万象多云，26到35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71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3基普，跌幅 0.06%。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 670.72 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01 基普，跌幅 0%。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00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4基普，涨幅 0.1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上周五，老挝证券交易所大盘整体震荡走低，综合指数开盘报 1311.84 点，盘中最高触及 1311.84 点，最低下探至 1293.50 点，最终收于 1300.62 点，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4.30 点，跌幅为 0.33%。全天总交易量为171万0200股，总交易额达25亿2959万3500基普。从个股交易表现来看，上周五市场整体呈现跌多涨少的态势，在成分股中，仅有外贸银行一家维持上涨势头，收盘上涨40基普，报2420基普，其单日交易量接近80万股，成为上周五支撑大盘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多数个股普遍承压下跌，其中老挝农业跌幅最大，收盘下跌100基普至1640基普，联合发展银行下跌50基普，收报8200基普，萨万尼、浦西开发和万象中心也分别录得40基普、30基普和10基普的跌幅。此外，包括老挝电力、老挝石油、马哈腾、老挝水泥、东盟租赁以及中老证券在内的其余个股，上周五均无涨跌变化，平盘报收。整体来看，市场投资情绪偏向谨慎，获利回吐压力导致大盘微幅收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5028万6000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5万4000基普，跌幅 0.11%。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5月2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357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541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2026年老挝节在日本东京开幕。5月23日，2026年第14届老挝节在日本东京代代木公园隆重开幕。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通沙万丰威汉、日本爱子公主及日方多位官员出席了开幕式。副总理在致辞中向日本政府及各界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老挝节作为双边核心合作项目，有力深化了老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值得关注的是，这是爱子公主继2025年11月访老后首次出席该活动。通沙万丰威汉现场热情邀请日本及全球游客赴老旅游。北京举办东盟老挝电影之夜。5月22日，为庆祝中老建交65周年暨中老友好年，老挝驻华大使馆与中国东盟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东盟老挝电影之夜。老挝驻华大使馆馆长普瓦沙蒙迪、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及东盟驻华使节、中老两国学生等60余人出席。活动现场放映了老挝电影。普瓦沙蒙迪表示，电影是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通的重要渠道，期待深化双边文化合作。史忠俊强调，该活动对推动双方文化交流、增进两国青年友谊具有重要意义。生物有机肥厂建设项目举行奠基仪式。5月22日，农林部种植业司与老挝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在万象市塞塔尼县汶坎清洁农业中心举行生物有机肥厂项目奠基仪式。农林部部长林康端沙万出席并主持仪式。该项目总占地4公顷，设计年产能约10万吨，预计将于2026年底前建成并投入运营。项目旨在生产高品质生物有机肥，供应示范农场、企业及农民团体，产品将兼顾内销与出口，以此减少对进口化肥和生物肥的依赖，促进本土清洁农业发展。玻里坎塞省捣毁一电诈团伙，抓获130名涉案人员。5月19日，
波里坎塞省公安厅多部门警力联手，突击搜查了巴散县内的彩票代销点、宾馆及酒店等4处嫌疑场所，成功捣毁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团伙。行动中共抓获涉案人员130人，含女性61人，其中包括泰国籍112人，老挝籍17人，缅甸籍1人。现场查获并扣押了大量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手机及部分现金。目前，警方已将嫌疑人拘留并扣押作案工具，以深入审讯。同时，涉案场所负责人已受到警方严厉警告，如再为非法活动提供便利，将被依法追责。5. 占巴塞省放生一批查获的走私活体穿山甲。5月22日，占巴塞省解决自然资源与环境问题专责委员会将缴获的4只活体穿山甲放归至谢皮安谢南洛保护林区。该批野生动物系5月16日由萨那松本县大巴检查站查获，执法人员在客车行李舱内发现非法走私的9只穿山甲，其中4只存活，5只死亡，共43公斤，及2箱豪猪肉碎块，重36公斤。穿山甲和豪猪均为濒危保护动物，目前4只通过健康评估的活体穿山甲已被成功放生。而对于其余死亡的穿山甲及豪猪肉制品，官方已于巴江乍伦苏县进行了焚烧销毁，以严防商业牟利并确保卫生安全。6. 塞松本省7人因暴雨被困淘金洞老太联合救援队紧急搜救。5月20日，7名村民在塞松本省龙城县一处深于100米的溶洞内淘金时，因暴雨引发洪水封住洞口而被困。一名及时游水逃生的同伴随后报警。截至24日，搜救行动已进入第5天。老挝军方派遣直升飞机运送救援力量，老挝志愿者为民协会、塞斋基金会救援队联合17名泰国洞穴救援专家组成了联合搜救队。目前，救援队正使用抽水机彻夜排水，搜救人员已在洞内成功架设了供气管路和绳索系统，部分区域已可进入。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7. 甘蒙省发生铲车翻车事故。5月23日上午11点，甘蒙省他曲县纳戈村下坡路段发生一起严重的铲车翻车事故。救援队赶赴现场后发现，车辆翻滚至路基下方，一名男性司机被困车内，并已当场身亡。随后，救援队联合执法人员将死者遗体从受损车内移出，并在完成善后工作后将其移交给家属。8. 琅勃拉邦血液中心深入边远军营采血。近日，琅勃拉邦血液中心团队克服恶劣的天气与崎岖的道路条件，专程前往琅勃拉邦省普坤县的一处军营，开展基层无偿献血活动。期间，指战员们踊跃参与，积极捐献血液。血液中心团队表示，无论条件多么艰苦，为了那些正在等待救治的患者，他们也绝不向困难低头，定将全力发挥好爱心桥梁作用，将宝贵的血液及时送达临床一线，传递生命希望。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